为什么我老是对某些人特别敏感？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？同样一句话，别人说你不痛不痒，某个人说却像是针一样扎进心里，甚至他不是恶意批评，只是一个眼神，一句无心的评论，你却反复想了一整天。你知道自己不该反应那么大，但就是控制不了。你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敏感，太小题大做，但内心又有个声音说，不是这么简单的事。没错，你的感觉没错，这背后的确不是太敏感3个字就能解释。今天我们要来拆解这颗藏着最深的地雷之一，为什么有些人会唤醒你最强烈的情绪反应。生活实例1，无伤大雅的一句话却刺痛了他。花子在行销公司工作，有一次开会时，他提出一个创意点子，主管笑了一下说，这种想法有点太像学生的作品了。众人也没多说什么，会议就这么继续进行。但花子当晚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不断想那句太像学生的作品。他不是第一次被主管打枪，但这次的反应异常强烈。他开始质疑自己是不是根本不适合这份工作，甚至连隔天上班的意愿都低落到谷底。到底为什么？那句话唤起了他高中时的阴影。当年他鼓起勇气参加一场设计比赛，作品却被老师当众批评为像幼儿园画出来的，还说他永远成不了真正的设计师。他以为自己早就放下了，但那句太像学生的作品就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那扇尘封的商门。原来那个让你特别敏感的人，并不是因为他特别坏，而是他激活了某个曾经让你受伤的记忆。情绪触发点是怎么形成的？每个人都有一套情绪过滤器，是过去经验构成的镜片。当我们面对一件事时，不是用客观现实来反应，而是用我们的记忆加信念加经验来解读。因此，如果你曾在某段关系中受过伤，那么类似的语气、表情，甚至一句熟悉的句型，都可能触发你潜藏的痛点。心理学称这种现象为情绪闪现，它不像创伤记忆那么具体，它更像一种情绪的残影。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反应那么强烈，但身体与情绪早已先反应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对某些特定人特别在意，因为他们不小心踩到了我们的旧伤口。生活实例2，他不是讨厌主管，是怕成为妈妈眼中的失败者。怡萱在银行上班，平常与同事相处融洽，但是只要主管走近，他的神经就绷得紧紧的，连对方语气稍微重一点，他就忍不住鼻酸。朋友都说他太敏感，但他自己也搞不清楚，明明这主管也不是什么恶霸，为什么他总是感觉像犯了天大错误？直到有一次，辅导师问他，这位主管让你想起谁？他愣住了，然后脱口而出，我妈。他回忆起从小妈妈就是标准的高标准母亲，考了90分还会问那10分去哪了，总说我这是为了你好。于是怡萱从小就内建了一种认知，如果我不完美，我就不被爱。所以现在当主管语气稍微不悦，怡萱就会自动进入我要被否定了的恐慌模式。她敏感的不是主管，
而是自己多年来对失败的极度不安与恐惧。你以为你在面对他，其实你在面对旧的那个人。当我们对某些人特别敏感时，通常是因为他们象征着过去某段关系中的角色，控制你的父母，嘲笑你的同学，冷落你的恋人，看轻你的老师。你以为你在面对你的老板、你的同事、你的伴侣，其实你在面对的是你潜意识里那个还没处理完的关系投影。这就好比你心里有个无形的投影幕，对方只不过说了一句话，你的内心就自动播放了一部旧电影，情绪全开。你不是太敏感，你只是曾经太努力压抑。很多人不敢承认自己敏感，因为怕被贴上玻璃心的标签。但其实敏感不是错，它是内心的一种保护机制。你之所以会对某些人特别敏感，不是因为你太脆弱，而是你曾经在某些关系里受过深深的伤，而那个伤口至今还没有痊愈。反而那些完全没情绪反应的人，可能是习惯性压抑，连痛都感觉不到了。敏感不是问题，不懂得从敏感中找到真相才是。结语，你不是在讨厌他，你是在等待自己被看见。你会对某些人特别在意，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比别人更恶劣，而是因为他们的出现撞上了你内在那个尚未被理解的小孩。也许那个你曾经努力证明自己，拼命想得到肯定，一次次被忽视的自己还没有离开，他只是躲在你心里，等待有一天你愿意不再怪他太敏感，而是走进他，听听他的故事。那么下一次当你对某个人特别敏感时，不妨问问自己，这个反应真的全是因为他吗？有时候答案比你想的更深，也更值得被温柔看见。